把它切成好像百葉窗這樣的形狀，就把中間的那些細骨給切碎。好香啊！它這個蔥跟魷魚須的口感完全不一樣，只是看着像。這個真的火候比剛才那個好多了。但冇影相喎。早晨大家，歡迎收睇餐餐小喇叭。之前我們在佛山不是吃過一個鯽魚粥，很好吃嗎？今天我們在天河山姆的旁邊找到了一家，看看跟佛山那家到底有多不同。車停路邊，吃魚當鮮。說明書，螃蟹、海鮮，還有肉螺，整家都是做鯽魚的。來啦！超多蔥啊，是你超喜愛的那種、啊。我超喜愛，現在我也聞到那個蔥和醬油的味道很香啊。它切得很好的，你看，跟花一樣。片镰刀了哦。這個切法就是真的是有點特色，我還是頭一回見這種切法，捲起來的。對，啥也不說，試一下再說。我也不客氣了，夾上去好像蒸過火了。對，我筷子一接觸我就覺得有點過火了。過火不是過火，老了味道是 OK 的。那就期待它的粥了，先生。只能說它比較偏向於農家，就不是很精緻的那種，就是可能對於火候的控制啊什麼的就沒有那麼精準。順德的那些真的很離譜，我們吃那麼多家，每一家只要是寫的是順德的都很誇張。哎，它應該就是靠這個，把它切成好像百葉窗這樣的形狀，就把中間的那些細骨給切碎。有一些細骨，有一些很細的骨，很少，雖然是有，但很少。文柱的那家就真的是切碎了，它這個不完全是。但我們上一次去吃的那家順德的就全部去完了，那家就是順德的出品。它這個醬油調得很好，剛剛好，鹹和甜剛剛好。我試一下它的蔥啊，我最愛了。蔥是很香的，哇，好香！它這個蔥一上來，哇，那個蔥和醬油和那個花生油的味道蘸上去，蔥也好香，蔥真的好香，我要這樣吃。很少會放這麼多蔥的，它放這麼多蔥有點誇張。喜歡吃蔥的就開心了，吃到停不了了，我現在都。我覺得。他要是再掌握一下那個火候，真的就無話可說啊！我說老師，他醬油調的真的好，是吧？我就說了，他那個醬油，我們說的真的好的意思呢，就不是說它有多驚為天人啊，沒有吃過啊，就它那個鹹淡的程度，它那個比例調得很好。那個粥讓它慢慢包啊，我先吃這個。好香啊！它這個蔥，但冇影相喎。這好吃到什麼程度？我連照片都忘了拍了，連吃完了，你留點蔥給我點。我才第一口蔥，我頂你。那個叫墨魚翅，我猜測應該是墨魚的那個翅膀。來，魚翅。這個看上去感覺就像那個魷魚的鬚的感覺，有點像魷魚鬚哦，真的。很脆吧？跟魷魚鬚的口感完全不一樣，只是看着像，它真的很脆。這個是爽脆，對，鍋氣很夠啊。它辣椒的焦邊，這個就是真的下酒菜，這種小炒。你可以喝啊。酒這種東西呢，一個人喝又沒有太大意思。通常炒這些呢，很難裹住味道的，它本來是很難入味的嘛。對，通常這種呢，我自己的做法，我就在調那個芡汁的時候，那個芡汁我會調味。但問題是在於你芡汁的把握度要很好。你看它這樣沒有很多，又裹得住那些芡汁。這個下飯，這個下酒，一碗白飯，然後我們還有一個粥，還有一青菜，是吧？日本人啊，現在變成我經常幹這個事情。哎呀。那我就不管你了。頂你個肺，真的很誘人啦！這些蔥，我只要蔥，誘人，好好吃。
所以我終於明白它這裡為什麼有另外一個套餐是那個菜骨魚飯。它是將這條魚的魚肉菜骨了放在飯上面一起蒸，把那醬油什麼的一起放上去。對，大概率也是這個醬油，真的很好吃的。可能今晚的 No.1， 第一名是那個飯咯。哦，那倒不是，第一名是醬油。喂，來了！哇，這粥有發菜的哦。來，快，趁熱試一下。我要一點蔥。可以，沒有那個甜。主要是它那個粥底的味道很乾淨。沒有你直接咬一塊那個魚，那魚的那個鮮味，還有那個甜味立刻出來。是吧？對。火候還可以。那個好像有紅棗吧？還有紅棗。怪不得，這個沒有，因為魚肉有醃過再煮粥的話，它粥底的味道不會那麼乾淨一點，對，不會那麼乾淨，很清澈的那種粥的那種感覺。只吃到一些魚的鮮味，那個粥，然後一些鹹味。鹽，對，鹽沒有了。配料表就是如此的簡單。這裡上菜稍慢了一點點。它都是現做的。魚要現殺，這樣也好的，留點時間聊天嘛。也對。忘了試一下它的那個火候。試一下火候先這個應該嫩一點，這個應該比剛才那個好很多。對啊，筷子一接觸就知道它的嫩度了。哇，這個醬油真的太好吃了，他媽！這個真的火候比剛才那個好多了，所以它真的是不精準。2個人吃了一個102的套餐，但是我們有券99買的，然後再加了一條魚，然後加了一個米飯，總共消費150超值了，我覺得。跟之前我們在佛山吃的那家對比呢，2家是各有特色的，除了那個魚的火候稍微過了一丟丟，這家真的完全不輸。整體來說都非常出色的。最重要是性價比真的很高，並且它用料以及味道都很好。有什麼好吃的魚，留言區告訴我們，記得給我們點讚、關注、評論、轉發、投幣。我們下條魚再見，拜拜。